哎，当我们讲到台湾农业的时候，你知道吗？一场革命其实正在悄悄地发生。那驱动这场革命的引擎是什么？没错，就是人工智慧。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拆解一下这个转型策略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好，我们直接切入核心。你看哦，这张图很有趣，高达70%的企业都看到了 AI 的潜力，都说这东西很重要。但结果呢？真正成功导入的竟然不到30%，所以在知道跟做到之间有一道非常非常巨大的鸿沟，而这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起点。好，那要了解我们的任务，就得先来面对一下，可以说是威胁着整个垂直农业未来的头号大敌——高成本帝国。你看哦，从账面上来看，这个目标听起来很完美，对吧？垂直农场感觉就是一个能够解决粮食危机、对抗气候变迁的科技解方，听起来一切都很美好。但事情总是有个但是，这项技术其实它有一个致命的缺陷，一个黑暗面，那就是吓死人的能源成本，还有非常非常庞大的初期投资。这两股压力就像是泰山压顶一样，随时都可能让整个产业还没起飞就先坠落。不过，也正是在这一个巨大的挑战里面，我们台湾的策略才正要展开。因为我们要利用一个别人没有的独特优势，那就是台湾的不对称优势。那这个所谓的不对称优势到底是什么？你看，我们的强项从来就不是土地或能源这些资源，不是。我们的力量是来自于我们对科技的掌握。我们有顶尖的资通讯产业，有半导体，有光电技术，这些才是我们在这场战局中最重要的王牌。好，所以整个策略最关键的转折点就来了。我们的制胜方程式绝对不是去跟别人拼产量，种更多的菜，不是，而是要把我们最擅长的制造业思维整个导入农业。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不只卖农产品，我们要卖的是一整套高科技的生产系统。就像淘金热的时候，最赚钱的永远是那个卖铲子的人。这就是我们要从农产品出口转型到整场技术输出的核心概念。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策略的核心，我们要怎么样运用我们的科技力量。具体来说，有3个关键技术。第一个武器叫做数位双生，这概念超酷的。想象一下，我们在电脑里打造一个跟现实世界一模一样的虚拟农场，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虚拟农场里跑个几千次、几万次的模拟，去找出那个最完美的生长配方。整个过程完全不用浪费现实世界里的任何一滴水、任何一度电，这就像是农业的飞行模拟器一样。再来，第2个秘密武器叫做具身智能。这个词听起来有点复杂，但概念其实很简单，就是把一个 AI 的大脑，像是电脑视觉，跟一个机器人的身体结合在一起。结果是什么？就是一个几乎可以24小时全自动运作的智慧农场。那这东西具体是怎么运作的呢？你看哦，这流程超聪明的。首先，那个 AI 大脑，它会透过电脑视觉，比我们人类的肉眼更早、更敏锐地发现，这株作物好像有点不对劲，好像快生病了。然后呢，它就会立刻指挥机器人的身体，可能是自动搬运车，也可能是机械手臂，去精准地执行任务，可能是施肥，也可能是采收。最后啊，也是我认为对抗那个高成本帝国最关键的一项武器，就是智慧能源管理。你想想看，这套系统啊超级聪明，它会去看天气预报，还会去看即时的电价，然后它就在电费最便宜的离峰时段才去开那些最耗电的植物灯，等于是把垂直农场最大的痛点，也就是能源成本，反过来变成它的一大策略优势。好，讲了这么多理论，听起来好像很厉害，但这在现实世界中真的行得通吗？我们就来看一个成功的实战案例，它证明了这套策略不只是空想，而是已经发生的未来。这个案例就是原先智慧农场。我觉得这句话完全点出了他们成功的关键。他们领悟到自己卖的其实不只是生菜，他们真正的产品是更有价值的东西，也就是由数据所驱动的减糖。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这张表拆解得很清楚。你看，首先，他们的目标市场非常明确，就是那些愿意花钱的高档餐厅，还有注重健康的消费者。
再来，他们的关键创新是利用数据跟微生物技术去克服了传统水耕的一些瓶颈。但我觉得最厉害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是他们的商业策略。他们最后决定要出口一整套的农场系统。不过，要能有效地运用这股科技力量，我们也必须非常务实地去了解它的极限在哪里。大家要有一个概念呢，AI 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盟友，但它不是魔法。它可以帮我们把能源效率优化到极致，但它没有办法改变物理定律。植物型光合作用就是需要那么多能量，这点 AI 无法改变。同样的 ，AI 可以帮我们整理数据、传承知识，但它永远无法取代一个资深农业专家，他数十年累积下来的经验跟直觉。这一点真的非常重要。你想想看，一个完全不懂植物生理的工程师，他写出来的演算法，也许可以让作物长得超快，但结果呢，种出来的东西可能完全没有味道，或者根本没有营养。所以说，没有领域知识的 AI， 就像是没有灵魂的躯壳，是没有用的。好，所以综合以上所有的理解，我们最后的制胜蓝图其实是一个双轨战略。我们的最终指令非常明确，就是双轨并行。第一条轨道是在国内，我们利用 AI 技术专心锁定那些高经济价值的作物，像是药用植物、生技原料等等，追求的是极致的品质。另一条轨道则是在国外，我们要扮演那个卖铲子的人，出口整合了 AI、硬体甚至作物品种技术的整场解决方案，也就是所谓的 Farm as a Service。这就是台湾农业要数位转型、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最终蓝图。这就为我们留下了最后一个，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将会定义台湾农业的未来，那就是台湾，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我们准备好要向全世界出口未来的农场了吗？